买房的时候，你会选择高层住宅还是多层老小区？相信大多数的朋友都会认为高层住宅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毕竟大气磅礴的外观以及蓝天白云的开阔视野，无不让人心旷神怡。我当初买房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想法，于是东拼西凑，花光了父母所有的积蓄，买了高层的30楼。入住1年后，肠子都悔青了。如今忍痛赔钱卖掉后，搬到老小区，才发现高层住宅真的是智商税。那些所谓的高层优势与老小区相比，根本不值一提。高层住宅的4大通病。出行不方便。虽说高层住宅有电梯，但出行一点不方便，等电梯要很久。当初买的高层是2梯4户，总高32层，我家住30楼，每次出行等电梯都很焦虑，少则等5-6分钟，多则10几20分钟。如果遇到急事，那真的是心塞。特别是在上下班早晚高峰期，好不容易等来一趟电梯，往往都是人满为患，想挤都挤不进去。而且电梯里不通风，又闷又热，还夹杂着各种难闻的汗臭味，让人特别不舒服。还有高层住宅出行对电梯太过依赖，如果遇到停电，又或是电梯检修，那真的无语，想回个家爬楼堪比登天。居住安全感低。住超高层住宅有很大的安全隐患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特别是面对天灾人祸时，那种无助感，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深有体会。说句实话，高层住得越久，心里越不踏实，每天心里都会有各种担忧，怕发生火灾，怕地震，还怕遇到极端天气等等。因为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时，逃生真的很困难。比如说火灾，据了解，消防云梯一般只能到17至18层的高度，也就代表如果住20层以上，几乎没有逃生的希望。还有，如果台风来了，更是恐怖，整栋楼都跟着摇晃，会把人吓得瑟瑟发抖。公摊大，物业费高。原本买房之前有想过高层住宅的公摊面积普遍比较大，但交房时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。我家是125平的房本面积，实际套内只有90平左右，细算下来，公摊面积竟然高达28%了，这不妥妥的冤大头吗？最让人气愤的是，物业管理费、取暖费等一些基础费用，还得按照房本面积交。找过物业理论过几次，也无济于事。他们说这是规定，他们也没办法，简直太不合理了。我家的每年物业费加上7、7、8、8的费用，包括电梯费、车位管理费，还有供暖等，加在一起，差不多也得18000块了，真的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水压低，影响生活质量。高层住宅除了物业费高以外，还有一个绕不过的痛点，就是水压低。由于高层普遍都是2次供水，水压时高时低，极其不稳定。不夸张的说，有时候晚上水压低的，想洗澡冲个凉都不够用，更别提会影响水压的那些品质家电了，像什么洗碗机、净水器、智能马桶，只能望之兴叹，一个也不敢装。遇到停电、停水，在来水的时候更是头疼，水质浑浊发黄，完全不敢用。老小区的5大优势。很多人对老小区住宅都有刻板印象，但自从我实际搬进去入住后发现，它除了基础设施不如高层外，其他相比之下，优势还是蛮明显的。上下楼方便。虽然老小区多层住宅没有电梯，但出行真的方便多了。搬到老小区，选的是不梯房2楼，再也没有了等电梯的焦虑，步行爬楼也不会很累。每天早起上班都可以晚起10分钟，生活变得轻松又自在。公摊面积小。老小区住宅不仅户型方正，南北通透，而且公摊面积是真的小。据了解，像没有电梯的多层老小区，公摊普遍只有在5%至10%左右。同样买的是120平的房子，套内实际使用是110平，得房率出奇的高，少花了不少冤枉钱，真的太划算了。生活成本低。不得不说，搬到老小区以后，生活成本也降低了。就拿物业费来说，只有高层住宅的20%，还没有电梯费交。还有停车费也便宜，每个月才150块，就算高点的老小区，一般也不会超过300块，这个价格大家都能接受。居住安全感高了。搬到第1层老小区住宅，居住的安全感也足了，再也没有了之前住高层的担忧和顾虑，即使遇到强风恶劣天气，楼也不会跟着晃动，安全感足了，心里也跟着踏实，也没有了电梯故障的焦虑，即便遇到紧急情况，也可以通过楼梯迅速撤离。周边配套设施更完善。老小区住宅周边的配套设施完善是有目共睹的，比如说公园、超市、医院、学校，甚至是游乐场，小区周边3公里之内应有尽有。平时不管是买菜、购物，还是接孩子上下学，包括看病买药，简直不要太方便，根本不用东奔西跑，开车走很远的路去找。上下班通勤出行也更方便，不管是坐公交还是坐地铁，往往下楼出了小区就是站点，想去哪就去哪，这种便利性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。不是吗？自从卖掉高层住宅搬到老小区后，家里人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，每天都神清气爽的，真后悔没早点搬到老小区，住着简直不要太舒服了。
有一说一，经过这次换房经历，也可以预见到以后的高层住宅会越来越不受欢迎，人口密度大，升值空间小，还有诸多的安全隐患，就是妥妥的智商税住宅。对此，你同意我的看法吗？